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对华新策略，把南海变成热点啊。那么关于南海变成热点的议题呢，当然这个范围应该在谁那里？当然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里啊。那么跟南海有关的议题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个就是领土啊，就领海啊，或者是叫这个领海主张啊，那么跟整个东南亚国家都有关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跟军事有关系，因为海上只有军事对抗，没有别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当中主要涉及三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还有一个是英国啊。那么这三个国家现在都在南海有投射。那么我先说国务卿蓬佩奥7月15号在这个国务院的记者会上重申南海的立场，他是这么说。他说中国对南海的主权申诉是完全不合法的，美国将支持被中国侵犯了海洋权益的国家。他这么说，他说星期一我们重申了，我们首次明确了对南中国海的政策，这不是中国的海上帝国啊！如果北京违反国际法，自由世界无所作为，历史表明中共只会争取更多的领土啊！我们的声明对东盟领导人提供了大力的支持，他们宣布南中国海争端必须通过国际法解决，而不是强力政治。中共对中国自己的人民做的所作所为已经够糟糕的了，自由世界不应该容忍北京的滥权行为啊！那么国际仲裁法庭是2016年7月12号做出裁决，认为中国的九段线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指中国宣称的历史权利缺乏国际法基础。然后呢，大概就是这样啊。蓬佩奥在记者会上实际上把两件事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重申了星期一的立场，就是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申诉非法，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把这个东南亚这个国家撩拨起来，说你们如果受到这个你们的海洋权益被侵犯，我们会支持你啊，大概就是表达两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美国有几个智库的专家在这里就给大家解话。那么智库斯特拉福，那么他的副总裁就出来说，他说中国在南海的扩张非常果断强势，无论是通过利用渔船试图占领传统的领土，还是干扰其他国家的油气勘探能力，或者是占领和建设人工岛礁。他这么说，他说我认为美国希望，如果他希望扩展在他的太平洋战略，那么中共就在这个关键点上啊，这是罗杰贝克这么说的啊。那么华盛顿智库啊，它是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啊，他葛莱仪他说，我认为这当然意味着我们将看到美国对中国发出更严厉的声明，并且支持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军舰可能全部在那里部署啊，他是这么说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南海问题专家，他是这么说，他说宣布中国的主张非法，那么为美国采取制裁或者更强硬的政策铺路啊。那么
美国的海军会在南海采取更多的行动啊，这是美国的情况。美国当然现在在南海实际上是非常的活动非常的频繁啊，活动非常频繁。美国部署了2艘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就是基本上就是南海区域啊，南海区域。那么这是美国啊，然后我们讲英国。英国最近做了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当然是针对香港人啊，香港人的这个庇护啊 ，BNO 啊 ，BNO 提供300万人啊，让300万 BNO 持有者去这个英国啊，去英国提供他们5年的居留，那么然后再有一个这个规划的路径啊，这是一个。然后有新的说法是，说是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展啊，怎么扩展我不知道，但是在300万的基础上会继续扩展，说是好像是年轻人啊什么的，大概是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昨天啊，英国宣布禁止华为参与这个英国的5G 网络啊，昨天宣布。那么也就是说，从2020年底禁止所有的移动运营商使用新的华为设备，然后在2027年底之前移除所有的华为5G 设备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是英国做的第2件事。英国做的第3件事情就是部署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南海啊，前往南海。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刚刚完成 F-35的这个战机的换装啊。你知道航母最重要其实不是航母本身，是上面的飞机啊。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号号称是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最大最先进的战舰，2017年12月开始服役啊，造价38亿美元，长度是280米啊。那么泰晤士报报道说，这个英国会派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去南海。那么它刚刚完成了什么呢？是最先完成训练的2艘航母之一，预计2021年1月带领航空母舰打击群展开远东之行。那么这也是这个航母首次的远航。那这次任务，伊丽莎白女王号将搭载2个中队的 F-35战机，另外还有2艘45型驱逐舰，2艘23型巡防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指挥官凯德13号发表声明说，皇家海军将再次回到印太海域，我们雄心绝对坚毅啊，希望未来也希望部署此地啊。他强调，英国的 F-35与美国盟友坚定的共同驻扎在日本基地啊。为什么？美国最坚定的盟友是谁？当然是英国了啊，对吧？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就是英国。那么英国派航母去南海，这个毫无疑问，这个跟美国有关系啊，那他不会无缘无故去的，那么肯定是有一个战略上的合作啊。那么这是英国。第2个就是日本啊，日本蓬佩奥发表声明啊，星期一发表声明之后，就是关于南海的声明之后，日本政府14日啊，就是昨天啊，就发表声明，日本密切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支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南中国海议题的声明。他这个官方长官叫管义伟啊，他这么说，他说支持面向地区和平与稳定，
毫不动摇的参与美国的行动啊。他说，围绕南海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地区和平与稳定，是正当的关切事项，反对加剧紧张的任何行动啊。然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上说说对这个蓬佩奥的声明表示欢迎，并表示为了守护自由开放的和平之海，将继续携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啊。那么，日本讲这番话有没有特殊的含义？当然有特殊的含义啊。日本最坚定的盟友是谁？一定是美国了啊。日本最坚定的盟友就是美国啊。那么，美国把日本当作什么？当然也是当作非常坚定的盟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南海的议题当中，左边来了谁啊？来了英国，右边有谁？右边有日本。日本呢，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下面一个新闻就是日本的条件底气啊。美国国防部7月6号做出决定，批准了总数达105架 F-35隐形战机出售日本的计划。这笔出售总值是231亿美元，仅次于2010年美国对沙特阿拉伯294亿美元的出口金额。那么这次美国对日本出售的隐形战机是63架空军型的 F-35A， 以及具有垂直短距离起飞能力的42架 F-35B 啊。那么直接购买105架，那么这就让日本拥有隐形战机的总数达到147架的规模，是目前为止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隐形战斗机部队。南海是日本的生命线啊，因为它从中东那边进口石油全部都要走南海，所以南海问题关系到什么？关系到日本的性命攸关。所以在南海议题上面，这边是英国，这边是日本，他们都会积极的参与，而且他们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F-35隐形战机啊，都是美国出口给他们的。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基本上在南海这个议题上面，那么他有两个盟友，坚定的盟友，就是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英国啊。好，我们在这个新闻我大体上就讲到这里。那么我们分析一下，我为什么会今天提出一个这样的话题啊？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对华的一个新战略，就是把南海变成一个新的热点。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从在香港的议题上，川普总统的态度和方式啊，川普总统在香港议题上的方式是这样，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川普总统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就是要在香港议题上和中国开战，而且他已经开战了。他的做法就是昨天签署香港自治法，同时签署一个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啊。这两个动作都是决定性的啊，这两个动作都是决定性的。但是你可以看啊，然而你可以看在香港议题上，川普总统的动作又有一点让人费解啊。今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是什么新闻？就彭博啊，彭博社有一条新闻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川普的团队呢，早就已经制定了中国官员的名单啊，就是制裁的名单。这个名单包括谁呢？包括行政长官，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副总理韩正啊。但是呢，这个名单呢被川普摁住，就说不制裁他们啊，不会采取这个制裁的行动。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去激怒中共。这就有点矛盾啊，就是说，你看川普总统昨天的记者会，川普总统在整个记者会当中谈这件事情谈的很少啊，基本上不怎么谈
前面有个发言，发言完了以后就讲别的事儿了啊。基本上这个记者会跟中国关系，如果你错过了前面5分钟，你看后面的记者会都不知道川普总统是在讲这个事情，这是有点奇怪。然后这个彭博社又爆出一条这样的新闻来，大家都会觉得川普总统在香港议题上的动作非常的慢啊，非常的慢，但是他非常坚定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么然后你就看到蓬佩奥出来啊，非常突兀的把南海议题提出来了啊，就星期一蓬佩奥出来啊，就把这个做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声明，因为这个声明以前美国是没有做过的啊。这个声明，美国在南海的立场只有一个，就是自由通行权。但是这一次蓬佩奥的态度是什么？蓬佩奥的态度就是中国在南海上面的这些申诉是非法的。什么叫非法的？非法的就是不合法的。如果他把这件事情定义为非法的话，那他就可以主持正义了。所以这个星期一南海议题一下子就热起来，一下子就热起来。然后你看日本非常迅速的就做出回应，然后他再去今天蓬佩奥再去是干嘛？再去撩拨东盟各国，意思就是说他上来就说意思你们要是被中国侵害了你的海洋权益，我会支持你，我会支持你。当然他讲得很客气，说我们会在东盟的这框架上面去支持你。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去做支持，你想想海上茫茫大海靠什么去说话？那肯定靠大炮去说话，没有别的啊。所以蓬佩奥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你把这2件事情你放在一起来看，你就大概的可以理解什么呢？可以理解川普总统的新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什么？就是在香港议题上不那么急的往前推，去推动更多的热点让它发生，推动更多的热点，慢慢的烧旺它啊。从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啊，就是说，如果我们顺向思维就是说，川普总统在香港议题上的动作，其实他是非常坚定的，只不过他比较慢。他比较慢的原因，你看南海的议题开始跑出来啊，南海的议题跑出来，当然伴随的是什么？伴随的当然是飞机大炮啊，飞机大炮航母，因为那无论是南海的议题还是香港的议题，其实在这2个议题上，美国有绝对的优势，大家同意吧？这个没有疑问，因为香港是个金融中心，美国在金融领域有毋庸置疑的霸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南海议题上面也没有人挑战美国。美国2艘航母战斗群往那里摆，如果再把英国人拉上，再把日本人拉上，在南海这个地区，中国就没有办法跟他对抗。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如果把这2个议题同时把它烧旺，那中国可能承受的压力就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而且无法抵抗，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议题大概就是川普总统的对华新的策略，就是把南海变成一个新的热点，同时香港的仍然是新的热点。如果把香港、南海的热点全部烧起来，如果在下面再加一个台湾议题、台湾热点的话，那真的是那就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啊！我大概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个，但是有2条新闻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什么新闻？就是蓬佩奥今天下午就是宣布对侵犯人权的中国科技公司实行这个签证限制啊。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政策它主要是针对华为
就是不给华为的员工美国签证啊，大概就是一个这个东西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总统签署这个香港自治法及有关行政命令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强调，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中方将对美方错误的行径做出必要的反应，包括对美方相关实体和个人实行制裁。这非常好笑啊，就是非常的好笑。大概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么多啊。我今天想，因为今天这个议题呢，并不是一个仅仅是新闻本身啊，我们更多的还是一种分析。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有2点是很重要的啊。第一点，选情很重要。那么现在有一些民调，川普总统大幅落后，但是我又看到有一些民调呢，川普总统落后只是落后5个点啊，所以也没有落后太多。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川普总统最近的这个气势就不够强，是真的。他需要提振提振他的这个选情，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二个重要的，当然毫无疑问，在他的办公桌上，中国议题肯定是目前应该是排第一的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动作，就是隐而不发啊，就是说手上拿了很多牌啊，但是都没有打，然后就开始点新的议题啊。你看南海的议题现在点起来，那我觉得下一步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我觉得台湾议题下一步如果烧起来的话，那可能就会一下子就会烧得很猛的了啊，大概是这样。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我们今天点赞连没过千啊，请大家点赞，我们需要大家点赞啊。那么一方面，这个平台吸粉吸得很厉害，另外一方面就是5毛也很活跃，所以我们要抵抗啊。新来的网友请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吗？好，我们现在另外还提醒大家一点，请大家尽量的关注我的这个推特账号和脸书账号。那么因为有时候呢，就是平台的通知不及时，或者是漏掉啊，那么大家很多网友就没办法来参加我们的直播。那么如果你可以关注我的脸书号或者推特号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我每次直播前的10分钟左右，我都会把我们的链接发到推特和脸书上啊，大家可以通过那个链接来进到直播啊，好吧？好，下面我们就进入直播啊，进入这个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提问、观点、情况，好吗？好，明谢一下，骗子林，谢谢王先生好，美西好，归人111打卡英国，谢谢 Daniel 谷，谢谢 Daniel 梁，谢谢 Jeff 王，谢谢 Mike 朱，谢谢啊，观点九段线一出就是在找茬，我当时觉得这是在和周边国家断交的感觉，都划到人家家门口了啊。观点，经济学人曾经对九段线有一生动的描绘，中国伸出血红大舌头舔进南海邻国的饭碗里啊。OK。观点，南海争议都国际仲裁了，铁板钉钉，中国硬从海里抽沙建军事岛，对邻国挑衅，对珊瑚礁生态肆意破坏，非常野蛮。国际仲裁法庭仲裁这件事情呢，中国没有参加啊，中国没有参加啊。观点，中国海军自甲午战争以后，
就没有打过像样的海战啊。现在要和全球第一海军美国海军，曾经海上霸主大英帝国海军，还有日本海军搞对抗，我实在不理解包子哪里来的信心 ？No 作 No die 啊！想如果真的美国组织英国组织日本一起来，真的是。提问：蓬佩奥的此一表态是代表川普政府在南海的强硬立场，还是为了逼迫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让步而增加压力？蓬佩奥是国务卿，当然是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啊，这不是什么别的立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迫使中国。那我两个都有吧。首先，它是一个南海的立场，南海立场，这是它不仅仅是管现在啊，它一直管下去啊，一直要管下去的。这是美国国务卿说出来的话，代表美国政府的，所以当然也要施加压力。这个目的就不知道，但是首先一条，它是南海问题，管南海，至少得管南海，对吗？观点，我认为川普准备的是灭共之战，关税打经济，香港打金融，南海打军事，三方面同时起效。在川普连任之后，提问，想请问王 Sir， 川普不是想尽快捏死中共，帮自己拉回选票吗？这样吊着慢慢来，中共会不会穷途末路，做更野蛮的举动？小孩过家家吗？两个国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当然，川普总统的行动，那你要知道，一个政府他做一个决策，然后推动一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特别是像民主政治的国家，它有很多的动作要做，所以他决策会比较慢一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那么，当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啊，做才是一切。如果不做，啥都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做了，之前所有的猜测都不重要啊。提问：川普民调直落，有没有可能在南海一战让11月大选延后，或者是因战取消？怎么可能？拜托，没有可能，这是美国的宪法规定的，怎么可能？你把美国想的，我们不能把国事想得太儿戏，好吗？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但是要有前提，就是我们不能违反现有的常识啊。观点：台湾问题之后，可能还有伊朗的订单问题，捏一把牌，手就快不够用了。是我一直在讲，川普总统手里如果在对华政策方面，川普手里的牌真的拿不完啊，拿不完。观点，我觉得川普现在还是担心选票，所以很多动作患得患失，但总的方向还是走制裁路线。顺便问一下王先生，昨天签署的法案算是川普多了一个重型武器，还是川普会按照这个法案直接执法？我现在被川普都整怕了，就怕他拿着武器不用。我昨天看了一下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啊，行政命令分两部分，前面的部分就是大家知道的，取消香港，根据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啊，这是这部分啊。第二部分其实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香港自治法里面关于这个制裁。除了没有名单以外，全部都有啊。所以他直接这个行政命令就是马上他的这个国务院和财政部就要动手做的了啊，动手做的了。所以不是那个什么武器的了，是直接指令的了，行政命令要做的了啊。观点感觉现在美国在玩统一战线，香港问题把英联邦国家拉进来。海南问题把东盟、印度、日本拉了进来，非常正确。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啊，把南海议题点热啊。那么现在香港议题，其实香港议题，西方国家已经差不多站在一起，除了一个国家，除了谁？
除了欧盟，我看了一下欧盟最新的这个声明啊，你可以不忽略欧盟，把欧盟忽略掉就好。情况我在摇摆州佛州佛罗里达啊，2016年川普还是素人的时候，就在本地看到一些支持川普的招牌，那时就感觉川普会当选。2020年的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川普的牌子，由此预测今年川普还会高票当选。OK， 王老师好，有个疑问，台湾外交部昨天发布消息，宣布对南海岛屿宣示主权，这是几个意思？是和美国找茬还是为啥？没有，台湾其实不叫台湾外交部，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如果你把这名字全称读一遍，你就知道中华民国外交部。中华民国外交部当然，南海也是中华民国的领海之一，所以他对南海的岛屿有宣示主权的义务，因为这是他的领土。你看一下中华民国的这个地图就知道啊，它的版图也是包括南海的，所以他宣示这个主权是完全符合他应有的身份和应该做的事情啊，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很正常啊。情况华大妈说到制裁，中国也不怕。如果美国想兴风作浪的话，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为华大妈走夜路吹口哨的行为，他说这个话呢，其实作为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不应该开这种玩笑啊，这是有点开玩笑了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你想一下，这么重要的两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啊，一个国家在制裁另外一个国家的官员，那你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你外交部发言人是代表这个国家发声的啊，你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好了，这个话就讲得非常的不得体啊，不得体。情况，中兴今天上市，欧股会剧烈震荡，改变中国，改变世界，靠美国中国人，而不是靠让别人冲，自己看情况。观点，美国现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慢慢挤压中国，他们不会先发动战争，但要逼中国动手。好像有这种感觉啊。情况，中共与伊朗签约战略合作，请王老师点评。我们前面有一个专门的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今天就不说了，好吗？问题，王生可不可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Best case 和 worst case。中美关系 best case 没有 best case， 只有 worst case。为什么？那么，川普总统去年的9月正式发动中美贸易战啊，一直打到现在啊，中美贸易战现在没有停，为什么？因为关税还加着呢，所以中美贸易战没有停啊。那么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不是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变坏，而是中美关系已经变坏，贸易战只是其中一个表现。那么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什么情况？中美关系的未来应该是冲突或者是对抗日趋激烈。为什么？在过去的1年左右的时间当中，中美之间其实是一直在互相探测对方的底线，探测对方的意图。那么到现在，基本上双方的意图都比较清楚的了，就是说中国的对外扩张的步伐不会停下来啊，不会因为各个原因，包括香港的议题，包括任何其他的议题，不会因为这些议题，不会因为在南海美国施加压力它就停下来，不会的。这是第一个，美国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第二个，美国人现在清楚了中国的意图是什么，他会怎么样？毫无选择的进行全面的对抗
这就是美国下一阶段要做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往中间一放，你就知道从今往后中美关系是往哪边走。那当然就是越来越激烈的对抗，我们叫这个新冷战。新冷战已经开始已经开始发生啊，所以没有 best case， 只有 worst case。好，观点：共产党最多只能算走到统治的中期。21世纪内能结束共产党就算走运了，理由有二：西方没有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所以手段都留有余地，以保护自身为目的。国内的人不能形成反抗势力，大部分人得过且过，共产党能完全的控制国内的局面。那这件事情我是这么看啊，西方在现在以前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可以理解，西方国家有一个基本上的共识，就是我们想办法改变中共，而不是推翻它啊。其实西方国家一直过去这么多年的态度，基本上立场是这样的立场啊。它跟当年苏联和这个美苏的这个冷战不一样。美苏的冷战是什么？美苏的冷战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想办法让对方的政权垮台。那么所以为什么苏联最后崩溃了的原因，是因为西方的阵营所有的冷战的目标只有一个，让苏联垮台，苏联崩溃啊，它只有这一个目的。那么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国家在和中国交往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想着让中共垮台，他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包括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有一个底线，就是我不想改变你的这个国家形态啊，我没有义务改变你的国家形态。美国的立场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想一下，一年前的今天，你想过中美关系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想都想不到，好吗？你再有想象力都想不到这一点。那么你想一下，当中美之间的对抗，或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对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激烈到某一个程度，西方国家就会改变他对中国的态度，他就会改变对中国交往的目标，或者是改变他的意图。会不会有一天变成我希望中共下台？会不会有一天变成这样 ？Who knows？ 没有人知道，所以也不可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继续往下走，走到有一天美国发现我搞不定他，中共在劫持了整个中国，拿着全中国的资源来跟我对抗，那好吧，那我就让中共下台吧。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跟整个中国对抗，我只需要搞定中共就好了。为什么不可以？就有一天，当美国发现中国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它还是很有实力的啊，它还是有很多的实力的。我怎么叫什么老虎拉龟，不知道从哪下手啊？这个很难搞啊，搞不定啊，怎么办？我要搞的话，我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它有很多的资源，非常庞大的资源来跟你对抗，你也是很麻烦。那怎么办？那会不会把中共在中国搞掉，或者把中共从中国搞出去，搞定它，会不会代价更小呢？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西方领导人发现，我搞掉中共就好了嘛，我干嘛非要搞掉中国呢？我跟中国对抗不是很麻烦吗？他会不会有一天想明白这个道理？会不会有一天？也许吧。反正我就认为，美国的这些智库呢，也是，就是你发现没有？美国的智库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这样的方案，就是我们要搞定中国呢，实在成本太高，又是飞机又是大炮的。我们想办法呢，搞掉中共就好了。
把中共搞掉，中国这么大，我不需要搞掉它。我们对抗的不是中国，是中共。如果他制定一个这样的战略，可能效果会比现在的这个战略也来得强。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实在太大，14亿人口，全球第2大经济体。大家不要以为那是开玩笑的，那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啊！200万军队啊，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我觉得，所以你说的中共算是走到统治的中期。我刚才讲了第1条，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态度啊，西方国家还没搞明白，他要搞定中国问题，其实核心的问题要搞定中共问题。他也许有一天他们想明白了，那中共的统治也就到头了。这是第1条。第2条，清政府你想一下，当时下台的时候，他也没有太严重的问题，他面对的这个局面和现在中共面对的局面差不多。现在中国人浑浑噩噩，搞不清楚状况，你以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老百姓搞得清楚状况吗？我不觉得他们搞得清楚状况。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清政府清廷突然之间就逊位了。你说他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吗？我也没看到他有什么激烈的反抗。整个清政府下台没死几个人，基本上是和平演变，他自动就下台了。中共你说有一天他会不会发生说中共的自动下台？我不觉得，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历史契机突然发生一个这样的历史契机，让中共失去政权呢？不能完全排除不能完全排除。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历史必然论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做简单的算术题简单算术题不一定能够成立提问：我们看外交部的对内喊话，那么外国政府会认为外交是对内忽悠，还是真的把外交部的话当真？我也不觉得其他国家的这些分析的人会这么笨吧，把中国外交部的话当真。我都讲了10000次了，中国对外70%是骗的，70%的对外喊话讲的所有的事情70%都是欺骗。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西方国家对中共就是高估他的实力，低估他的决心观点：南海问题本来就是周边国家都来占便宜，谁力量大谁就多占点，谁发快谁就占得快。结果习2对抗美国老大，这下美国老大进场砸场子，谁也占不着了。你说的这个话就是中共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OK， 观点：南海无解，只有热战。中国政府对内宣传已经过火，改口的话，内部会丧失威信，从而危机政权。不对，中共改口改的少吗？180度，这个原来是这样的，翻过来改都没事这个前一天林彪还是副统帅，第2天就是林贼了，改就这么改，中共改过来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会改口会丧失信心，危机政权，不会的。为什么？他手上握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洗脑不断的洗脑所以这个我不觉得没有，中共改口根本不是事儿。把这事情冷处理1个星期，然后1个星期之后开始有人放风，然后呢，出来这正式的说法又出来了，然后就有其他人解释解话，然后旁边就有人鼓掌，这件事情就这个弯就转过来了，1个星期就够了。所以没有，我不觉得南海问题中国转。你看看印度什么情况？中印边界中国什么情况？装孙子吧，装孙子装成这样都没事，
都没事，为什么？你有什么转不过来的？南海议题有什么转不过来？中印边界转成这样都没事，南海议题一样的没问题。我不觉得他非得热战一把不可，你说呢？观点：香港议题团结西方，南海议题团结亚洲，于是中国和伊朗走得又近了。总加速师的名声真的名不虚传。问题：我为何觉得老师在暗示白宫再出一盘大招？我没有暗示，我是说我已经明示啊，明示讲的是川普可能有一个新的战略，就是把南海变成一个新的热点。那么围着中国现在就会有两个热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南海。我现在不是暗示，是明示啊，我这么分析啊，我这么分析，就为什么？因为我从香港的议题上，川普的这个动作来看，我分析他不想那么快把香港议题烧得太热，然后先把这个南海的议题烧热再说，慢慢处理啊，慢慢处理，让这个议题呢慢慢的同时起来啊，因为你要知道，问题如果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我比较好处理，就是我处理完这个，我再来处理这个，我比较好处理啊。但是如果几个问题同时出现，那我的资源可能就不够了，理解吗？所以白宫可能策略是什么？可能策略就是现在不把香港议题搞得那么高，就先放慢一点，把南海的议题烧热，然后再推进其他的议题，比如说台湾议题等等其他的议题，慢慢的把它全部都烧热，让它同时出现，就是把所有的问题同时出现在习近平的办公桌上，看他怎么办。那他就盖不过来了。他原来有3个盖子，有6个问题，你一个问题来，我没问题啊，我来一个问题我盖个盖子，来个问题我盖个盖子，把这个盖子拿出来盖在这上，把这个搞定了我又盖另外一个。他可能是这样啊，就是说你一个一个出现，我可以盖得住，但是你同时出现，我只有3个盖子，你其实结果同时来6个杯子，我就盖不住了，同时出现就盖不住了。我的意思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啊，可能我今天表述的有点混乱。王先生好，美国说制裁中国官员，可是为什么不公开这些官员在中国以外的财产情况呢？如果把他们贪腐的具体情况公诸于众，才能真正打击他们内部，让党内人人自危，不好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公布，如果是我就会公布，因为公布才有杀伤力嘛。但也许他想把这牌捏在手里，在适当的时候再公布，就是等他内部出现的状况的时候再公布，会不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不清楚啊。观点：重中之重是病毒来源真相，这个美国已经在加紧彻查，一旦搞定，战术核弹就直接开路了。观点：美国开战是要国会授权的。看看美国现在的情况，有人想打仗吗？除非中国政府愚蠢到极点，威胁美国本土，什么仗都打不起来，那不一定，那不一定。美国人不想打仗，你把那个美国人的火惹起来了，一样打，照打不误啊！所以这个不要，就是也不要低估美国人的决心啊。观点：南海议题能够更大限度地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内军火大佬，包括东盟。国内军火大佬是什么鬼？军火大佬在政治上有影响力吗？我不觉得。包括东盟、英国、日本这些盟友，可能是川普考虑点吗？是。提问：王先生，美国有没有可能把中国的经济体从第2位拉下来，比如跌出10名开外？那不大可能，不大容易啊，不大容易。为什么？它体量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大，并不是因为它人均收入高，而是人口多啊，这个它人均收入并不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把它拉下来的难度比较大啊，而且
没有人在那闲着，都在干活，所以我不觉得中国目前会从第2位掉下来啊。情况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几个学生同时欺凌一个女孩，周围围观的人很多，然后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发声。国内的社会已经是个畸形的社会，我不是标榜自己，如果我当时遇到这情况，我一定会站出来发声的。面对那样畸形的社会，真觉得已经无望了。为什么中国是这样？大家有没有留意哈？我印象中2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法庭一直在判这些见义勇为的人要承担责任。中国的法院、司法系统，它总是在干什么？总是在干那些见义勇为的人，就是让这些见义勇为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见义勇为是什么？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路见不平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会反抗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哈，中共的其实它所有的政策都是一样东西，都是围绕着一样东西的展开的，是什么？就是消灭反抗。所以你看，很多见义勇为的人都惹上官非，很多，而且这个新闻造得很大。毫无疑问，法院内部一定是有指引的，碰到这种案子怎么判，他自己说，法官自己根本说了不算，就是跟着这个指引走，必须跟着指引走，就是要判这些拔刀相助的人。所以在中国一直在消灭什么？消灭见义勇为，所以才会看你现在看到这个情形，就是我们在2000年左右，我印象那个时候一下子出了好多单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南京的，还有就是扶老人被老人反咬，这2件事情不断的出现各种新闻，然后法院不断的在判什么？判就是伸手的那个人付出代价。所以慢慢中国人变成什么？变成你这个说的这个样子，就是麻木不仁。麻木不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你热血去维持正义的时候，你就会被中国的法律就把你抓住，让你付出代价，然后慢慢的中国人就变成这样。我观察95%的中国人都是听到批评中共的言论，如同别人在骂他的父母，暴跳如雷OK， 观点：美国加重海南问题，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协议，因为那样会一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直接破功，二中国买伊朗石油4000亿美元，4500万亿美元吧，你想中。就会直接减少从美国能源采购，影响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觉得跟伊朗关联度不大吧，跟伊朗关联度不大。南海议题，其实在南海议题上面，美国当然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在南海美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利益。为什么？美国要维持整个的亚洲的战略格局，南海是一个关键点。你看一下地图你就知道，南海就是在这个整个亚洲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关键很重要。它又和那个石油的这个通道又直接关联，所以在这个议题上，南海美国其实在南海议题上面，川普总统的就是把握的点是很准的，就是南海议题很重要，对美国来说非常关键和重要。在南海议题上，我认为奥巴马总统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在奥巴马的任上，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扩张、岛礁的建设，奥巴马完全的没有做任何的行动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现在这个局面是奥巴马总统在承担责任的南海。那么南海的议题南海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小的仅仅是几个岛礁的问题，不是的，
南海的议题是整个的美国的亚太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南海就是一个节点。如果南海的问题不搞定，美国的太平洋战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中间拦腰给切断了啊。我们不展开谈，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伊朗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南海的议题不会那么小。中国跟伊朗之间那个只是一带一路的项目啊。当然，如果这件事，如果中国跟伊朗的事情真成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在波斯湾又获得了新的据点，它还在扩张，中国还在扩张啊。那么，如果它在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获得了新的据点的话，那么直接就威胁什么？中东到亚洲的这个石油通道的安全。所以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是很在意这件事情。要不为什么这个新闻是《纽约时报》爆出来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观点：法治完善是维护弱者的利益，妇女、儿童、残疾人。而看看当今中国的立法，婚姻法、猥亵儿童量刑、对残疾人的无视，他们一直都在消灭正义，邪恶已经充斥到所有的地方，非常正确。法律是什么？司法是什么？司法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在其他社会层面上得不到正义的时候，你去找司法，司法最终在司法上找回你的正义来。但如果你司法已经腐败到现在中国这个地步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没有正义了啊。观点：当年美国登陆月球，把星条旗一插，即可宣示月球是美国领土。事实并没有。数年后，马斯克登陆火星，也可宣示。情况：钓鱼台其实早期根本没有明确的主权，日治时期因殖民南下，于是中间的钓鱼台列屿被划在台湾的噶玛兰厅，是属于台湾现今宜兰外海管理。日本撤台后，原本划在噶玛兰厅范围内的钓鱼台列岛，在撤台后，日本自动划为日本自己的。毕竟当年殖民南下台湾，没有明文包括钓鱼台。OK， 观点：以往在中国出差的经验得到的感想，中国国内很多人因为自卑心理是中共灌输的，然后自我膨胀，引发自大，怕被别人欺负，所以先欺负别人。这种民族心理很复杂，我们不能够太一概而论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有很多种情况。那么有些人很自卑，有些人真的很自大，夜郎自大，因为他见得少，那么见识少，那么就觉得自己很膨胀了啊。我觉得我挺好的啊，等等，很多很复杂。其实中国的社会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其实也是在分化。虽然我说中共做了一个统一，干了一件事情，就洗大家的洗脑，统一洗脑，但是中国社会的变迁比在座各位知道的分化的更厉害啊，分化的更厉害。但是我们就不能够今天展开来说啊，中国的情况不能一言以蔽之啊，情况还是非常复杂的啊。特别是你出差的经验就更会是一种个体体验啊，未必是一种普遍现象，好吗？情况：打卡河南，最近省里要求60岁以上退休人员去社区做调查统计，询问这些退休人员每个月需要花多少钱，无论你说每个月花多少，他都会给你填1500，目测社保下半年要搞事情。OK，
情况，孩子小学又发通知，作文竞赛全面小康，追梦成长，人人参加，还说不写没资格评比三好学生啊，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啊，下面鸣谢一下 Daniel 谷，谢谢打卡奥克兰，支持王先生，身边五毛太多，都希望香港变臭港。OK，贺霞，谢谢，非常感谢啊。陈 Tiger， 谢谢，陈 Claudia， 谢谢，江坚俊丁，谢谢 ，Hiroko 哈埃巴鲁，谢谢，打卡横滨，雅虎新闻报道，中国海警船连续91天侵入尖阁诸岛海域，追逐日本渔船，原词是凶暴化。NHK 昨天说，一时间中国海警船侵入日本领海 ，CCP 走这边也要闹，还不够吗？我觉得日本现在先忍着呗啊。CHN 谢谢，中村健一谢谢，阮光能谢谢。纽约时报，川普政府拟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赴美，并且撤销已经在美此类人员的签证。OK， 我们今天的新闻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那么请大家留意啊，去尽量的帮我们点赞，然后就关注我的推特号和脸书号，好吗？谢谢啊，谢谢大家。